我记得 Esther 在这个节目当中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反犹主义是因为仇敌这个撒旦魔鬼，他其实是想要拦阻神的计划，因为神在末世对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以色列是这个整个末世计划的一个舞台。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分享一下，既然以色列是一个末世计划的舞台，那在这个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挑战您的价值观，返璞归真过生活。欢迎收看10万个为什么，我是你的好朋友路德。在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每周五的精彩节目哦。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又把 Esther 请来了。自从上次我们聊完这个以色列以后呢，你知道我们家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啊，真的很神奇，就是我们家居然来了3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人，而且是犹太，就是那种他们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对，然后而且来我们家过安息日，对，就真的像我们上次聊的，就是艾瑟讲的纽约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就是不能用电啊，然后又造成火灾。我们家没有火灾，对，但是你们家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就是真的就是要用那个炉子烧饭嘛，可是他们因为到了礼拜五、礼拜六，他们就不能够生火，不能开电，对，所以他们就在礼拜五中午的时候，大概1、2点钟，他们就把那个电给打开了，然后就一直不关。他们做好饭以后也一直不关。然后呢，我晚上回来以后看那个火还开着的，然后我就有点担心嘛。我说我可不可以关？然后他们说你可以关，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关。然后所以后来就我半夜起来，我自己偷偷把它关了，然后星期六的早上很早我就起来偷偷就把它打开，因为他们是需要就是一直开着。为什么？因为那个就他们第二天还得要热这个食物呀，因为他们安息日就是不能用一切这种电子高科技的就是这种东西，所以电梯也不能按钮，对，这个也不能去关和开，就不能动。对，那更可笑的是，他们因为我们家是那个电子锁，他们也不锁门，不锁门，你知道吗？到星期六下午我就出门了嘛。出门以后，我后来隔了几个小时回家，我说这个门怎么大大打开？然后家里楼下也没人。后来我到他们的就住的楼上，我看到他们在睡觉啊。然后我说哇，你们睡觉门大大打开哇！后来我老公跟我说，可能是因为那个锁是电子锁，他们不敢用还是怎样。唉，我真的觉得服了他们。体验如何？就是跟犹太人坐在一个屋檐下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挺不容易的。对，我当时第一个我就看着我老公说，我幸亏你不是犹太人。既然以色列是一个末世计划的舞台，那在这个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接下来以色列它是作为末世的一个，像是刚才说的舞台，它也像就是一个地理中心，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还有它周边那个地方确实会发生一系列的事件。然后像我们已经知道的第一件就是复国这件大事。我们说以色列的复国是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那个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日子，你们就可以知道我的时候，这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教导。所以以色列复国就是一个很大的时候的征兆。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至少我们可以说神主再来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那跟着复国相关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回归的浪潮。对，其实这个也跟我们上次讲的反犹主义有关，因为他们在各国没有受到一个很好的接纳，对，他们可能就是一直流离失所，他们很渴望自己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家园，然后回归，就是从各方回到以色列这个地，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反犹主义的一个结果。他们会愈加坚决知道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我们就永远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对，无论在这个国家我做到多么重要的政治商业的地位，我依然是一个外族人。他们深深的从2战中学到了这个教训。然后现在世界各地愈演愈烈的反犹，也确实让更多人觉得他要回去，或者有些人他哪怕没有真的住在那里，他会在世界各地把他的金钱、财物、人脉都大量的祝福他自己的国家。比方说希伯来大学最早就是很多旅居国外的犹太人所出资建立的，他依然是心系这片祖国和他的土地。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其实也有神的一个美意，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在国外，在美国或者一些其他国家，他们开始接触到了其他的信仰，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国外，他们信了主，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哈，就是他们认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在带着这个信仰，带着一个新的信仰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就像我自己，我在中国，我是一个无神论，对吧？我从来没有人给我传过福音，那我永远都听不到福音，我永远不会信耶稣。我信耶稣是因为我出国，所以就是我出国这件事情才让我有这个机会开始去改变我的信仰，改变我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犹太人也是，因为他们要流离失所以后，去到不同的国家，他们的信仰，他们的那个根深蒂固的一些理念，一些价值观才有可能被动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当我们很多人不是人人都会去到以色列，或者很刻意去宣教，我们如果周围就有这样的人，就像 Ruth host 了3个，他款待了3个犹太人过安息日。当犹太人在我们中间，或者我们上次讲到上海接纳了很多很多犹太人，在2战的时候他们避难，其实给我们列国一个机会去爱这些在我们周围的人。那第2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就是他回应的是他在圣经中的表达呢，是说会有一个敌基督，这个词汇基督徒肯定都很熟悉，敌基督一样的人他踏上了历史的舞台。不过我们如果说简单点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就好比当年的这个希特勒，他非常的有感召力，非常的有影响力，他也非常的有这个领导的才能。他能干到一件什么程度呢？他能让中东进入一个极大的和平。他这个和平其实是一个虚假的和平，他只有前3年半的虚假的和平，但这个和平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振奋人心的程度。就像我们今天特别中东在打仗，这个哈马斯以色列，其实即使到今天当地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加沙地带的平民百姓，所有人都会特别的期盼和平，连我们这些旁观的人都会觉得那片土地满目疮痍，快点有人带来和平吧。可是他们的宗教渊源、民族渊源、历史渊源太多问题了，一团乱麻，好像也没有人相信真的能带来和平。但是这个人他可以真的做成一个和平，一个很大的和平。所以他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和平的使者，但他也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他可能是哪一国的主席、元首，或者是某个大型国际，比方说像联合国这种都有可能，或者我们还不知道的哪种欧盟这些，就是很大的有一个政治的权利，他可以做成这件事。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说这次停战之后那个和平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知道。中东总是战争和平，战争和平，我们很难去凭借他现在停战了，是不是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3年半虚假的和平？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去查验。那接下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和平升到一个程度，它可以让圣殿第3圣殿重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知道圣殿山今天上面是一个清真寺，那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圣殿山。犹太人要重建圣殿是觉得一定要在圣殿山的，但是那个圣殿山非常的紧张。现在它虽然名义上是属于以色列，是以色列军方在管的领土，但是它的使用权是穆斯林。它敏感到什么程度？就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在哭墙那里，知道你是要走一个安检通道，要再走上去那个清真寺，你可以参观，游客可以，但是每次到重大节期，2个民族在那里都会发生冲突。就是如果犹太人大量上去，那些穆斯林都会反抗，就觉得你们来这里干嘛？你们明显也不是我们信仰的，就敏感到这个程度。所以以色列想要在那里动一砖一瓦去重建第3圣殿，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但是这个人的和平可以做到一个程度，他可以把第3圣殿，不是他建，但是就相当于拆毁了一个清真寺，然后重新建一个犹太人的圣殿。在他的和平
期间可以建出来一个圣殿，或者一直有种感觉说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建，但是现在其实在任何地方建阻力也都很大，只是圣殿山这里尤其不可能。对，但是无论以哪种方式成就，这个人所做的和平都是会特别深得人心。对，其实现在有很多征兆在这个第三圣殿上。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是2015年吧，就看到它哭墙广场旁边，就它有一侧，那里就有一个第三圣殿研究所。就叫第三圣殿，什么 Third Temple Institute，第三圣殿研究所，就挂着牌子，很明显。我没有进去过，但我后来听进去过的朋友分享，它里面有很多展览，然后他们也说很多建圣殿的东西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真的查考旧约，同比例还原圣殿里所有用的器具，利未人要穿的，祭司要穿的衣服，包括。他们也在，我是听说他们在找那个红母牛，对，就在培育那个红母牛。听说红母牛也找到了，对不对？我们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就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是，所以这个征兆，这个第三圣殿会重建，这个征兆也就是很多征兆在发生。然后我们也不是说第三圣殿是不好的，只能说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们其实期盼看到神的圣殿重新被建起来。期盼那片土地会得到和平。但是末世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欺骗。神说那个欺骗和迷惑，新约里耶稣一再提到的主题。是，就很多东西会变得很微妙，不是单纯的好与不好。我觉得我们要时刻保持一个跟神对齐的心，就是去看，然后去尽量的祝福，但是要时刻警醒很多东西。对，所以你刚刚讲到敌基督他又带来和平，然后又建了这个圣殿。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哇，也许这个人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了，是的，对不对？他带来和平，然后又有这么大的权柄然后又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神性的一个角色。对，所以他简直这个人很有可能他就会迷惑犹太人，甚至基督徒。而且这个人现在看，用现在的话说，他可能是一个极度符合政治正确的人。对，就是他是可以博得各方，不管你信什么，有信仰无信仰，各国他的这个出现带来的这些和平也好，是满足各方的利益。就是他简直是让大家交手称赞，无论是各国政要还是平民百姓，都非常的喜欢他。而且你刚刚提到他的迷惑性，他的迷惑性如果只是和平，只是建圣殿，还说只是个像希特勒一样很有能力的领导者，让人就是心旷神怡，然后追随他。但是他最后在圣经上他还会成就一件事，这个让他彻底升华成为神了。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13章预言的有2个兽。其中一个兽其实就是敌基督，他有政治的权柄；另一个兽就是一个假先知，他等于是一个宗教超自然的这样一个先知嘛，对吧？他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那个启示录13章其实就预言这个已经本来就很有能力的政治领袖，他可能会受重伤，甚至说死亡。然后呢，这个假先知可以让他复活。所以经过了这样一件事之后，他追随他的人已经彻底就把他神化了，因为他身上确实发生了超自然的事情，在他所有的政治上的民间的成就之上，他就升华，所以这个迷惑就达到一个顶峰。所以在这一刻，其实我相信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或者在那之前，会有很多明显的征兆，包括第三圣殿这些建造，这些是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已经非常非常近了，在那些时间里。那最后在我们说圣经说有7年的这个末世，3年半的7年，其实对发生很多，因为有产难的开始，很多灾难，但是最后有这个3年半的大灾难，密集的大灾难，强烈的大灾难，所有的瘟疫、地震、自然灾害会翻倍。那征兆是什么？一个重大的这个进入末后3年半的征兆，就是这个敌基督他撕毁了和平条约，他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说第三圣殿一定会建好，因为这件事情需要个第三圣殿，他要在圣殿里面自立为王。
对不起，自立为神，他已经差不多是有王的那个位置了，对，他自立为神，所以我们进到圣殿去敬拜他，不是去敬拜神，是敬拜这个人。之前他都装得好好的，让以色列人建圣殿，对吧？建的是他们正常给耶和华敬拜的圣殿，但是他在圣殿里面自立为神，他就亵渎了圣殿，所以圣经里面经常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说，这个人怎样亵渎了圣殿，这样一个迷惑的，也叫他是一个兽，对吧？一个兽，他能做到这个癫狂这个程度，也能达到迷惑的效果，甚至成为一个宗教的首领，就是因为那个死里复活，超自然，加上他之前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有的丰功伟绩。对，为什么他要敌基督？因为他迷惑很多人，对，他很像基督，可是他是与基督为敌。但我们来试想，如果我们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我们是那里的阿拉伯人，不要忘记那一地的宗教都是很多重叠，他们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我们都是有一个弥赛亚的概念，对，都是有一个复活弥赛亚救主的这样一个概念，不管叫什么怎么样，很像。所以当这个人出现，带来和平，建了圣殿，他还有复活的大能，哇！而且这个人的形象一定是非常好的，希特勒当年的民众支持率是非常高，觉得他是一个从个人生活品格到能力都无可挑剔的领袖。教会也非常的追随他，甚至容忍他一直在，也不是容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什么理论支持他们去认同他去这样对待犹太人，所以这个迷惑是非常大的。那到以后的那个人，简直是比希特勒还要高出很多倍的这些操作和能力，所以我都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心。现在我们但凡有名人，甚至说有知名的牧师，我们人是非常容易被外表或者听到的东西所吸引的。对，我们以为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可是神说，真的只有到他来那一天，他才会显明人心的意念，到底才会显明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只能做的就是警醒，特别敌基督，当他复活的时候，当有假先知陪着他的时候，他身上已经确实是超自然了，他确实有一个属灵的特征，但他的灵当然不是从神来的，不是圣灵，甚至说像撒旦亲自借着他彰显在人面前。所以到启示录后面，敌基督、古蛇、大龙、撒旦这些东西已经完全交织着出现。所以如果他身上有什么灵性，那也是邪灵的灵性，所以他就好像这个三位一体，他就是邪灵，然后敌基督是一个肉体的人，然后假先知是一个好像也不是灵，就是也是一个三位一体。撒旦模拟的是父，对，然后邪灵和敌基督，对，是的，他所以带来的迷惑是会有属灵性的迷惑。很多爱神的人，可能或者说很多真的犹太人，他读旧约，他也会被很多东西所迷惑，看起来太像了，好像应验了弥赛亚一样。对。那世界上其他原本像有一些无神论的国家，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国家主体，那他可能那一刻，当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政治上的人物，有一定的信誉，他的这个死而复活又通过高科，好像说世界都能看到他这个神迹，那好多人可能一下子就会相信啊，对，他还觉得他现在终于相信有神的存在了，对吧？还好像真的信了，可是他信的不是真神，所以他这些的迷惑就会为后面一件事情打下基础，就是他要建立一个世界一统。